各位师兄大德，我是小赖，欢迎来到天天学习，天天进步频道。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婚后虐待自己的貌美妻子，竟是前世害死的这个动物报仇。现在讲一个故事，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。这是发生在江西临江地方，时间应该是在元朝与明朝之间。有一位姓高名帆的读书人，非常聪明，14岁就中了秀才。后来他与同学樊江城结婚，书上描写樊江城的相貌非常美，她的美似乎超过一般人。初结婚时大家相安无事，过了一个时期就不得了。樊江城的性格非常恶劣，虐待自己的丈夫，简直不把丈夫当人看待。樊江城的父母管不了他，高帆的父母也不能管他，而高帆受妻子的气折磨得日渐消瘦，身体衰弱了下来，双方的父母都很心疼，怎么办呢？有一天，高帆的母亲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有人说，樊江城前生是寺院中被人放生的老鼠，而高帆前生是个读书人，他到庙上去耍弄这只老鼠，把老鼠弄死了。这老鼠临死时心里怨恨，发誓要报仇，他今生变成人是要来报仇的，一定要折磨高帆。这是没有办法的，只有念观音菩萨并持诵观音咒或念普门品，这样求观音菩萨了。高母醒来知道这是个梦，心想没有办法中的办法，总是好嘛。于是双方父母就为高帆念观音菩萨，也念普门品，念观音咒，久久没有什么消息，又劝高帆自己也念。不久，这地方来了一个老和尚，会算命，于是很多人都请他算命。也有人通知樊江城说，来了一位老和尚会算命，算得很好，你也来算算。樊江城就来了。这时候，这位老和尚对求算命的人说，给我预备一杯水。水预备好了，算住算住，忽然间老和尚对樊江城说，莫要嗔，莫要嗔，前世亦非假，今世亦非真，鼠子缩头去，勿使猫寻。莫要嗔，意思是你不要虐待自己的丈夫，前世亦非假，今世亦非真，前一世他害了你的命，是有这么一回事，他是对不住你，但是今生也不是真实的，你不要那么执着。鼠子缩头去，勿使猫寻，你这只老鼠啊，这样的虐待自己的丈夫是不对的，应该要退缩回去，温和一点。老鼠总是怕猫的呀，如果你继续虐待你的丈夫，会有猫来找你麻烦的。说完，含了一口水喷到樊江城的脸上。当时一起算命的人，无论是男是女，大家都知道樊江城的厉害，心想这老和尚怎么敢触犯他呢？可是樊江城没什么表示，就回家去了。回家后性格改变了，把她丈夫招呼过来说，我感觉我们以前不对劲儿，我们是夫妻嘛，应该是恩爱的，而父母对我们是有恩德的，我们应该孝顺父母才对，怎么大家都过着这种苦恼的生活呢？从此以后她变成贤妻良母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，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是小赖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